我还在蛋壳里，就听见了那个声音。咦，哪来的蛋？温柔中带着困惑，又透着一丝欣喜。那一刻，我的意识第一次被点亮。接着，我听到翻箱倒柜声，然后他哼着跑调的小调说：“正好可以做顿蛋炒饭了。”油锅滋滋作响，我感到屁股发烫。这哪是夫仔，这是要炒我！就在我自由落体时，他突然惊叫：“哎呀！”紧接着被一双手稳稳接住。我悬在半空，心跳如擂鼓。他把我捧回怀里，长舒一口气。原来是我的蛋，幸好幸好。又低头嘀咕一句，差点把自己的崽给炒了。那一刻，我知道了，她是娘。她记得我时，会偷来凤凰草垫在我壳下，认认真真孵半天。可一打盹醒来，就忘了自己在干什么，还摸着我轻叹：“崽啊，你要理解，娘记性不好。”有一次，他把我丢进火堆，火苗刚贴上蛋壳，他突然停住。咦，这蛋怎么有龙气？接着对着阳光照了照，喃喃道：“哦，对，我在孵蛋来着。”还有一次更险，他把我裹上面粉，油都烧开了，却突然顿住，皱眉自问：等等，我是不是有个崽来住？这才把我从面粉堆里扒拉出来。当我100年没破壳，他终于慌了，敲敲蛋壳，忧心忡忡地问：“崽啊，你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小心翼翼把我裹好，边飞边喊：“崽啊，娘带你去看大夫。”蛇大夫用蛇信子舔了舔我的壳，又拿法器听了半晌，最后摇头：“寻常小蛇孵个20年就能出来了，您这都100年了，肯定是个死蛋了。”我抠抠屁股，翻个身继续睡。谁说死蛋不能翻身？他哭得特别惨，边走边抹眼泪。都怪娘不好，要是早点带你来看大夫，要是记得多扶你几次。我在蛋里都被摇醒了。原来他也会这么伤心。他太伤心，没瞧见对面来人，砰的一声撞上刚赴宴归来的胡帝，他摔了个屁股墩儿，把我抛了出去。胡帝挑眉问：“金龙，你这是去哪里？”我在草垛里动弹不得。第一天，母鸡以为我是超级大鸡蛋，蹲了整整3天，最后失望地叫着离开。咯哒。第4天，一群小黑熊精发现我，把我当球踢来踢去，我头晕目眩，脑浆子都散糊了。一个小黑熊精踢完纳闷道：“这蛋好硬。”我在草垛里待满1个月，风吹日晒，雨淋路尽，而他正坐在胡地店里吃鲜果，一边塞葡萄一边说：“不准不要钱，要不去你家算。”直到某天清晨，胡地随口一问：“对了，金龙，上次你抱着的那个蛋呢？”他手一僵，眼睛瞪得溜圆，猛地跳起来尖叫：“我的崽！”他扒开草垛，正听见我顶壳的声音，歪着头好奇打量。咦，蛋在放屁！我无语凝噎，但很快他眸子越瞪越大。活的，我崽还活着。他喜得嘴角咧到耳根，小心翼翼把我扒拉出来，激动地说：“回家回家，娘继续孵你。”可惜好景不长，第3天早晨，他一拍脑门：“我想起来今天约了孔雀精看戏。”他腾云驾雾出门看戏，飞到半路，觉得嘎吱窝硌得慌，掏出来一看，茫然自语：“咦，哪来的蛋？”随手往云下一抛，我扑通掉进湖里。我在湖里浮浮沉沉半日，才被野鸭精发现。他叼着我飞回岸边，嘎嘎喊：“这蛋得送回去。”等我娘看完戏回来，却用脚踢了踢我。这是哪来的臭蛋？一股鱼腥味儿。类似的事又发生7、8次后，他终于坐在湖边，抱着我长叹：“崽呀，再这样下去，你不死也得死了。”然后他眼睛一亮，拍拍我壳：“听说青药帝君有带娃经验。”没等我在里面装蛋壳，我娘已经兴冲冲地把我包好。接着她带着我往青云宫飞去，一路上她不断嘱咐我，到了那儿要表现好点儿。她还说，听说青药帝君眼光高得很。看来这是场坐骑选拔。青云宫门前已排起长队，都是威风凛凛的成年妖兽，比如火麒麟、雷暴、风狼，一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我娘抱着我挤在队伍里，显得我们格外不搭。这时，前面一只3头犬回头，中间那个头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对我娘开口问道：“这位仙友，你这是？”我娘骄傲地举起我，大声宣布：“我崽将来肯定是最棒的坐骑。”只见3个狗头同时露出你莫不是疯了的表情。终于轮到我们时，登记的侍卫看了看名册，又看了看我娘，再看了看我。他看到我只是一颗表面凹凸不平的蛋后，板着脸问道：“姓名？”我娘挺起胸膛：“经理。”侍卫又问：“品种？”青龙。我娘答道。侍卫的笔顿了顿，他纠正道：“我是问你带来的坐骑品种。”哦，我娘恍然大悟，然后把我举到她面前：“就是这个。”侍卫的表情仿佛生吞了苍蝇，他难以置信地问：“
一颗蛋。不是普通的蛋，我娘严肃纠正他。是会变成金龙的蛋。侍卫深吸一口气，嘴角抽了抽，他说：“这位仙子，青药帝君要的是现成的坐骑。”接着他轻蔑地说：“不是一颗坏了的臭蛋。”我娘一听就炸了。臭蛋，这是我宰。他怒吼道。将来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金龙。侍卫无奈地说：“那等他孵出来再说吧。”就在这时，我娘的记忆又断片了。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手里的我。咦，我为什么在这儿？她突然指着侍卫的铠甲。哦，我想起来了。她质问道：“你是不是那个说要让我跟你回去做第44房小妾的那个？”侍卫满脸问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娘已经抄起我朝侍卫砸去。他还骂道：“臭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敢拐老娘回家！”砰的一声，侍卫被砸得眼冒金星，场面顿时乱作一团。侍卫们纷纷拔剑，我娘则挥舞着我这颗凶器，在青云宫门前大杀四方。只听见各种惨叫：“住手！拦住那个疯女人！”我娘越战越勇，追的侍卫长绕着柱子跑。就在这混乱之际，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何事喧哗？”所有人瞬间定格。我娘正骑在一个侍卫背上，手里高举着我，准备给他开瓢。闻声回头，只见一位身着青衣的男子立于高阶之上，眉目如画，空气凝固了。我娘眨眨眼，眼里冒出2颗小星星，小声嘀咕：“好俊的小仙君。”说完，他顺手就把我往屁股底下一塞，当成凳子坐了下来。被揍的侍卫长上前告状：“帝君大人，这疯女子带着颗蛋来应聘，一言不合就动手。”青药帝君的目光落在了他屁股下面的我身上，而我娘竟浑然不觉，还矜持地擦了擦汗。他这才注意到做着什么，疑惑地把我掏出来：“哪来的蛋？”然后他眼睛一亮，他对青药帝君说：“这位仙君要买蛋吗？新鲜着呢。”青药帝君和侍卫们都无语了。我趴在蛋壳上，努力想看清那个仙君，可惜蛋壳太厚，啥也看不到。他缓步走下台阶，修长的手指点了点我的蛋壳。他问：“金龙蛋？”对。我娘点头如捣蒜。别看它现在是个蛋，孵出来绝对是个好坐骑。青药帝君眼中闪过一丝兴味，他问：“多少年没孵出来了？”我娘眼珠一转，改口道：“5年，就5年。”他似笑非笑：“100年龙蛋倒是罕见，给我看看。”我娘立刻把蛋递过去，我感觉到一股温和的灵力，舒服的我差点哼出声。有意思，这蛋我要了，开个价吧。我娘眼睛一亮，伸出手指：“3颗，不，5颗东海夜明珠。”周围的侍卫倒吸一口凉气，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青药帝君也诧异地看了我娘一眼，他却平静地同意了。成交。我娘乐坏了，离开时一次都没回头看我一眼。事实证明，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做。我娘100年没孵出我，而青药帝君只花了1个月就把我成功孵出来了。只是时机不大巧，恰逢妙音仙子前来提亲，她正在软磨硬泡。帝君，我追你这么久，你就随了我吧。青药帝君面色如常。妙音仙子说笑了，本君一心向道。少来这套。妙音仙子一拍桌子：3000年前你就用这话搪塞我，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青药帝君正要开口，忽然眉头一皱，望向殿门。我正艰难地翻过门槛，好不容易爬进大殿，抬头就看见满屋子仙人，齐刷刷地盯着我。妙音仙子皱眉看着我，这是什么东西？我扬起小脑袋与他对视，然后转向青药帝君，我脱口而出：“父君！”妙音仙子面容瞬间扭曲，猛地后退2步，手指着我，颤抖不止。她尖叫道：“你叫他什么？”青药帝君的表情也出现了一丝裂缝。帝君，你什么时候背着我生的娃？不对，你什么时候成的亲？等等，这是金离的后代。我茫然地眨眨眼。这时，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好饿啊！只见青药帝君很快恢复了镇定，他沉声对我说道：“正是龙神100年前率龙族战退魔族，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接着他又解释道：“他伤势过重，导致记忆有些紊乱，时好时坏。”他还说我是在大战前就怀上的，要是继续有母亲带着，他是早就没命了。原来当初仙界中极被困，才让龙族誓死守战。所以青药帝君感叹道：“到底是仙界有愧于龙族。”说完之后，青药帝君便将我捞起，然后轻轻地放在他的掌心。见此情形，我顺势抱住他的胳膊，并且还亲昵地蹭了蹭。一旁的妙音见了，顿时有些眼馋，他惊呼道：“
真可爱，让我玩玩。然而青曜帝君没有回答他，他左手托着我，右手则从袖中取出了一方仙帕。只见他轻轻一抖那方仙帕，帕子就瞬间变大数倍，继而将我的龙身包裹住。随后青曜帝君又在我额间一点，口中轻喝一声画。一瞬间我的四肢伸长，身上的鳞片也随之消退，龙角也缩了回去。只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变成了一个奶娃娃，只是屁股后面还拖着一条小龙尾。妙音仙子见状，立刻惊呼道：“哎呀，好可爱，快让姐姐亲亲！”她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想来抱我，却被青曜帝君轻巧地躲开了。此刻，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手小脚，然后好奇地张嘴咬了一口，味道不错。看到这一幕，青曜帝君嘴角抽了抽，把我往怀里护了护，冷声说道：“不可。”可妙音仙子却不依不饶地追着转，还说：“就一天，不半天，我拿瑶池的千年莲藕跟你换。”但青曜帝君语气冷淡地拒绝了，他说：“坐骑非灵宠，恕不外借。”闻言，妙音仙子突然僵住，漂亮的杏眼瞪得滚圆，她惊愕地问：“坐骑，你说这小不点是你的？坐骑？”她被彻底震惊到了，大声说：“你管这叫坐骑？他骑你还差不多，你也好意思拿京离的崽当坐骑？”只见青曜帝君的脸色有些尴尬，他解释道：“京离拿了5颗夜明珠卖与我的。”听完这话，妙音眼里的粉红泡泡啪的一下破了，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位高冷帝君。此时我正在青曜帝君怀里扭来扭去，因为我的肚子越来越饿了，可怎么还没人给我东西吃呀？于是我本能地抓住青曜帝君的一根手指，然后塞进嘴里开始吸吮。他轻抽一口气，发出了嘶的一声，想要抽回手指，但我咬得死紧，还委屈地看着他。见此情形，妙音仙子凑过来好奇地问：“他这是饿了？帝君，你快喂他啊！”不仅如此，他还调侃道：“对了，龙仔吃奶吗？你好像没有。”青曜帝君顿时陷入了沉默。片刻之后，他突然从袖中取出一把仙草，那仙草被递到我的嘴边，他轻声问道：“吃吗？”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可下一秒就呕的一声吐了出来。这玩意儿又苦又涩，还不如夫君的手指好吃。青曜帝君皱眉问：“不合口味？”然后又换了一种仙草。这个呢？见状，我再次嫌弃地别过脸去，表示拒绝。青曜帝君不解，奇怪，天帝的小儿子不是吃这个长大的吗？一旁的侍卫施酒小声提醒：“帝君，天帝的小儿子和这小龙仔不是一个品种。”殿内瞬间安静的可怕，只见青曜帝君低头看我，眼中闪过一丝无措。他犹豫片刻，突然抬手划破指尖，将一滴精血递到我嘴边，轻声说：“喝吧。”我立刻止住哭声，闻了闻那滴血，感觉有点香，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一旁的妙音看得目瞪口呆，他不敢置信地问：“你用自己的精血喂他？”青曜帝君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进食的样子，唇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就这样，我在青云宫鸡飞狗跳地生活了50年，其中初化人形那段日子最为狼狈。父君的仙帕成了我的常服，但因为袍子太大，跑起来时常会绊倒自己。可我又是个闲不住的性子，总爱光着脚丫四处跑，所以帕子下摆总是黑黝黝的。父君实在看不过眼，竟然熬了3个夜，总算给我做了件衣裳出来。他把我换过去时，语气里带着莫名的心虚。当我抖开那件衣裳时，才发现原因，那是一件短了1截的小褂子，袖子一长一短，胸前还绣着个像毛毛虫的图案。只见父君耳尖微红，却强作镇定地说：“第一次做将就穿。”后来我穿着这件褂子去花园玩，竟然被路过的仙鹤当成了稻草人，差点在我头顶做窝。随着时间推移，父君做的衣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创意，比如无袖衣衫、单腿的裤子。直到那天，我穿着他新做的衣衫去天河摸鱼，结果刚下水，衣服就被冲跑了。恰好妙音路过，他见我恢复本体，在水里扑腾，赶紧施法将我连同衣衫一起救了起来。待他拎起来仔细一看，先是一愣，随后乐了：“这针脚，这走线，青曜帝君做的，这破布连抹布都不如。”我听了立刻跳起来想抢，大声反驳：“不许说父君坏话！”妙音灵巧躲开，将我裹在怀里送回去。路上他犹豫再三，问我：“小家伙，你夫君待你如何？”他还试图诱拐我，要不要跟着姐姐？我定待你比你夫君更好。但我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因为夫君是最好的。这日，妙音趁着青曜帝君去天庭议事的空档，直接偷偷摸摸飘到青云宫后，花园的墙头上，手里晃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盒，死命朝我招手。我眼睛一亮，左右看看没人，小跑着凑到墙根下。妙音做了个紧身的手势，鬼鬼祟祟地递下水晶盒：“快尝尝，刚从紫薇大帝的果园摘的杏灰果，1000年才结一次。”我咽了咽口水，但想起夫君的教诲，犹豫道：“夫君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我是别人吗？妙音瞪大眼睛，做出一副更伤的表情。
上次谁给你做了10套新衣服？谁带你偷偷下凡去吃冰糖葫芦？谁？他的话被一声冷哼打断。妙音仙子好雅兴，放着正门不走，学那梁上君子。我和妙音同时一僵，缓缓转头，青药帝君不知何时已立在身后，面色冷淡。帝君意识真快啊！妙音干笑2声，从墙头轻盈跃下，若无其事地拍拍手。我正好路过，给点点带些零嘴。青药帝君的目光落在那水晶盒上。紫薇大帝前日还向天帝哭诉果园失窃，原来如此。妙音脸不红心不跳，我买的，帝君还是莫要冤枉我。青药帝君挑眉。哦，妙音心虚地往门口走去，临走前还偷偷冲我眨眼睛，用口型说下次再来。青药帝君转身看我，我赶紧双手奉上那盒星辉果。父亲，我一口都没吃，专门等着父亲回来一起吃。他神色稍悸，摸摸我的脑袋。算了，点点吃吧。我开心的一下子龙尾巴没藏住，直接冒了出来。又过了几天，我路过宫门时，发现19正往大门旁边插一块木牌，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几个大字：妙音与哮天犬不得入内。19擦了擦汗，小声道：帝君亲自写的，说要是妙音仙子再来，就指这个给他看。当天下午，妙音果然又来了，看到那块牌子，他先是一愣，随后气得跳脚。青药，你给我出来，凭什么把我跟那条傻狗相提并论？青药帝君的声音从宫内悠悠传来。因为你们同样喜欢擅闯他人府邸。妙音猛踹那块牌子，气呼呼地走了。两人的关系一落千丈，从最初的互相调侃，发展到如今见面就互掐的地步。天庭最近的八卦头条，全被青药帝君和妙音承包了。往日清冷寡言的帝君，如今见到妙音就能冒出扎心的话来，而一向优雅矜持的瑶池仙子，见到青药帝君就会自动翻起白眼。我去花园里捉蛐雀时，听到仙娥们的议论声。听说没？昨天青药帝君和妙音仙子在蟠桃园又吵起来了。一个仙娥小声八卦，何止吵啊！妙音仙子差点用蟠桃砸帝君，帝君反手就定住了他。最绝的是帝君那句上万年修行，就修出这等泼辣行径。妙音仙子回什么来着？总比某些人活了几万年还像个冰块强。白羽仙君为了缓和下天界的氛围，干脆让他们2个下凡渡劫了。我在尘缘镜里瞧了半个月的凡间生活，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为什么青药帝君成了妙音的弟子？我指着镜子问一旁努力写画本子的白羽仙君，为什么父君看到妙音姐姐会脸红，话也不会说了？白羽仙君回神瞥了一眼，猛拍大腿，坏了，这2个冤家咋遇上了？我不是让他们各自历劫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咋成了师徒？哎呦喂，妙音咋成了帝君的师尊？乱了，全乱了！我闻言差点把瓜子皮吞进去。他从桌脚下抽出一本蓝皮册子，封面上写着师尊在上，我在下。翻了几页后两眼一黑，直接瘫坐在椅子上。完了！白羽仙君喃喃自语，他们居然凑到了一个劫书里了！我父君会怎样？按照这个画本子里的发展，青药帝君会因为对自己的师尊有不伦想法，后被逼自毁仙骨，变成废人。妙音被锁禁地100年。我吓得手里的瓜子全洒了。那咋办？白羽仙君一个机灵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东西。咋办？跑路啊！19来接我，正巧撞到这幕，将他逮了个正着。仙君还是赶紧把帝君给救回来，不然……白羽仙君挣扎了2下没挣脱，哭丧着脸道：你以为我不想救？这入了世就是天道在管了，好与坏全看他们的选择。画本子上只是预写了其中一个结局，有可能更惨。入世后的帝君身体里还沉睡着魔主的玩神，我也不知道这魔主的玩神咋跑帝君身体里去了。我吓了一激灵。更惨是多惨？白羽仙君嘴巴上下张了张，魂飞魄散，或者迷药帝君在心死之下被魔主侵占肉身，成为新一任魔主，届时就是天界去围攻了。我嗷的一声哭了出来，白羽仙君的苦瓜脸皱得更紧了。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什么？我急得直拽他袖子。除非有人入世去改变他们的命数，但要不被天道注意，需修为在200年以下，且与渡劫之人有深厚因果。他说着说着，声音突然卡住，目光缓缓落在我身上。19也跟着看向我。200年以下，我才破壳100年，不正好？我可以。白羽仙君的脸刷的白了。不行，绝对不行！你要出事了，帝君回头能将我挫骨扬灰。我拍着胸脯保证，父君教过我好多法术，妙音姐姐也给我讲过很多下界的事，我一定行。这不是过家家，入世修改命数要跳轮回台的，跳下去就修为全无。虽然你才100年的修为，约等于无，
可万一你找不到帝君他们怎么办？万一你也被卷入劫数怎么办？万一……那我也不要夫君魂飞魄散！我跺脚大喊，眼泪唰的下来了。白羽仙君被我吼得一怔，19沉默的站在一旁，眼神复杂。见他们不答应，我干脆往地上一躺，开始撒泼打滚。我就要去！不让我去，我就告诉夫君，你写他和天地的画本子。小祖宗，这话可不能乱说！白羽仙君赶紧来捂我的嘴，我趁机翻滚躲开，继续嚷嚷，还要告诉妙音姐姐，你私藏她的画本子。什么画本？你怎么知道？他突然噎住，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不敢直视19的眼神。我得意的晃晃脑袋，上次来这玩，我早就在他床底下发现了一箱子霸道师尊爱上我、仙君宠我入骨之类的画本，封面还画着酷似妙音的美人。就算如此，我也不能答应你。我假装失望地拖着龙尾巴回青云宫去，实则半道上拐去了轮回台，趁着守卫不注意，咻地跳了下去。好巧不巧，坠落的地方在浮云山脚下，还被我砸死了一头正要袭击迪奥帝君的妖兽。他震惊地看着我，又抬头看看天，哪来的孩子？我头晕眼花地爬起来，往他那边跑去。夫君，他慌忙将我怼开。且慢，我尚未婚配，哪来的孩子？哦，我忘了他不认识我了。你就是我夫君。我固执地往前凑，结果被自己的脚绊了一跤，哈基摔在他面前。迷药帝君的嘴角抽了抽。你家住何方？爹娘姓甚名谁？见我不回答，他叹了口气，他是摔坏脑子了，我还要回玉尘仙宗复命。你算了，我先带你回去吧，万一被别的妖兽吃了，还不够塞牙缝。我趁机扯着他的衣裳往上爬。玉尘仙宗里，我见到了妙音，他看到奴药帝君更伤后，紧张的赶紧拿药给他包扎。为师不是叮嘱过你，打不过就跑吗？迷药帝君耳根红红的，我好奇眨眼，这伤还不及我跌个跟头来的严重，怕是再晚些都要愈合了。等包扎完，妙音才发现了我，他问我是谁，我眼珠子一转，扑上去。娘！迷药帝君震惊，我又拉着他的手唤，爹爹，我是你们未来的女儿龙点点。魔药脸上划过一丝窃喜，偷偷瞧了妙音一眼。真的？我忙点头。妙音慌乱的后退，不可能，你这小孩千万不能乱说。我才不会乱说，我只会胡说。我从怀里掏出从白羽仙君那顺来的画，上面画着奴药帝君和妙音穿着喜袍的样子，两人眼睛瞪得圆圆的，倒抽一口凉气。我得意的勾起嘴角。这画实则是妙音当初找白羽仙君私底下定制的，后来两人关系闹崩后，他连尾款都没付，直接不要了，被我找到后一直藏在怀里。你当真是我女儿？魔药帝君的嗓音打着颤，我挺直腰板，郑重点头。千真万确。玄玉童言无忌，许是认错了人。妙音突然出声打断，眼里又悲又喜。点点，这话可不能对外人说，记住了吗？我立刻捂住嘴，瓮声瓮气道：坚决不说，连山门口的大黄狗都不告诉。白羽仙君说了，这里师徒恋可是大忌，可我明明瞧见妙音也很欢喜，为什么天上的神仙可以随意嫁娶，偏偏入了世就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呢？魔药帝君将我带回了他的住处，嘴皮子翻了半天，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话：我以后和华丽师尊会怎样？我们真在一起了。他说的华丽就是妙音，而他这是叫玄玉。我吃着他贿赂我的零嘴，想起白羽仙君的画本子，犹豫了下。你要是喜欢上娘亲，结局是魂飞魄散，你还会喜欢吗？他愣了下，可喜欢又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也控制不住喜欢吃零嘴，哪怕挠药帝君那会儿把我的零嘴藏起来，我也会闻出来。画本子里说，这会儿仙宗里已经有人怀疑玄玉对怀里有非分之想了，其中就有他的师妹班将，他是魔族那边的卧底，想让魔主归位，在1个月后的大比中故意召唤出魔主的受宠幽冥岩凤，让大家看到他跪伏在地上对玄玉俯首称臣的模样。届时华丽出声维护，师徒恋又被提起。为了证明玄玉不是魔族，也为了让玄玉不被因触犯宗规剔除仙骨，华丽发出噬心咒，若他对自己徒儿有非分之想，那就更日日夜夜噬心之苦。我在玉尘仙宗住下的第7日，班众来献了好几回殷勤，玄玉吓得带着我躲在外头不敢回去，华丽阻止过几次，被他不阴不阳地说：师尊是见不过你的弟子和和睦睦吗？我心属师兄，想与师兄结为道侣。不行，我不喜欢你。玄玉一口拒绝，抱着我跑更远了。可我知道他是看在玄玉身体里有魔主玩神的份上，魔主的玩神如今还在沉睡，他让人放出消息说魔主快回来了。魔族暗地里蠢蠢欲动，修真大比如期而至。我为了不让玄玉参加，故意装肚子疼，可他居然会医，一把脉我就露馅了。他问我为什么装病，我张了张嘴，把他在比赛中遇到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可玄玉只是茫然地看着我。你哑了？不是我哑了，是天道不许我说出来。我总算体会到了天道的力量。既如此，我软磨硬泡的想跟他一起去比赛现场。玄玉把我往肩头一放，驾着飞剑就去了。玉晨仙宗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果然精彩。我坐在华丽腿上，眼睛都快看花了，各色法术在空中炸开，比青云宫的烟花还好看。第3场就轮到玄玉了，可他的对手居然是班顿。华丽察觉到我的紧张，安慰我：放心，班斩不是玄玉的对手。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幽冥岩凤。场上锣声一响，两人瞬间战作一团。300回合过后，班将果真不敌，全场欢呼雷动。我却瞥见班党垂下的袖中划出一个小巧的黑色铃铛，那分明是魔兽召唤器。娘，我要如厕！我急中生智，从他膝头滑下来，华丽的注意力全在擂台上，随手给我指了个方向，叮嘱我快去快回。我一溜烟钻进人群，却没往茅房跑，而是绕到了擂台后方的小树林。这里视野隐蔽，正好能看见班道的一举一动。果然，那魔女正假装更伤不起，实则悄悄摇动黑色铃铛。随着无声的音波扩散，天空突然暗了几分，一只通体黝黑的火焰大鸟穿云而来，是幽冥岩凤。我急得直跺脚，眼看岩凤就要飞上擂台，我深吸一口气，嗷的一嗓子，龙吟震的树叶簌簌落下。不远处几个修为低的弟子直接捂着耳朵，脸色惨白。龙吟？哪来的龙吟？众人四处寻找，那只幽冥岩凤被这突如其来的龙吟吓得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打着旋坠落，好巧不巧砸在了刚被人扶起来的班中头上。全场一片哗然，有长老跳出来质问，为何魔主的受宠会掉在班众身上，又为何不伤他分毫？班定辩解，只是巧合。那幽冥岩凤甩了甩脑袋，惊疑地看向四周，见没什么动静后，又要重新扑到玄玉身边去。我赶紧提着裤子冲了出来，一把抱住玄玉的腿。师傅，你赢了！晚上可不可以给我加鸡腿？他在外头不许我叫他夫君，要叫师傅。全场目光齐刷刷转向我，幽冥岩凤刚伸出的脚又缩了回去，躲在班间身后，死活不愿意出来。我装作被吓到的样子，缩了缩脖子，突然指着他脚下。咦，那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呀？魔兽召唤器。有见识广博的弟子惊呼，班静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抬头，怨毒的目光直刺向我。我假装害怕的往玄玉身后躲，实则悄悄对他做了个鬼脸。青微长老怒发冲冠，居然是魔族奸细！来人啊，把他拿下！班静突然笑了，魔族奸细，真正的魔族可是我的好师兄。这只魔虫说不定是找我师兄而去的。师兄，你明明对自己的师尊心怀眷念，却不敢直视。只有魔才会没有顾忌，无法无天，想爱就爱。所有人看向玄玉，华里脸色煞白。你可有证据？青微长老扫了眼玄玉，噬心石可证。师兄，敢不敢验一下噬心石？班定似笑非笑。若你不是魔，没有对师尊起非分之想，噬心石便不会有反应。华离刚想阻止，掌门已经让人搬来了噬心石，眼看着走势又往白羽仙君的画本子上靠时，我卯足了劲儿，打算冲出去撞碎这块破石头。是我对自己徒弟心有欲念，不是玄玉。华离忽然开口，他抢在玄玉之前把手放了上去，下一瞬噬心石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所有人都震惊了，纷纷拔剑将他围了起来。玄玉震惊冲了过去，华离手下使劲把噬心石震碎了。人们都说他是魔，我气得大声反驳，可无人在意。班定愣了下，但看到玄玉紧张的样子时，又露出一丝微妙的笑来。他就是想逼玄玉陷入绝境后，让魔主的玩神苏醒，接手他的身体。局势一触即发，玄玉放下我，持着剑挡到了华离面前。我心悦师尊，若只是情难自禁便是魔，那我宁做魔。幽冥岩凤回过神来，啾的一声飞进包围圈，我又急又怕。正在这时，天空忽然又传来一声龙吟，比我更响，更让人心惊。一道身影冲来，我咋听到龙的声音了？这女子的声音好生熟悉，是我听错了吗？这不是我那消失了100年的糊涂娘吗？我娘揪着青微长老，你叫一声听听。青微长老涨红了脸，你谁？疯子！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叫！青微长老羞愤欲死，可偏偏被压制得死死的。我娘丢开他，掏掏耳朵，一脸嫌弃。真难听！他一转头，看到缩在玄玉脚边装死的幽冥岩凤，眼睛一瞪：死秃鸟，你咋还没死？你咋到这个小世界来了？幽冥岩凤浑身都在颤抖，天道似乎感应到不该存在的力量介入，顿时乌云密布，一道紫色闪电直劈而下。我娘随手一抓，竟把那道天雷捏在手里，往嘴里一塞，最后还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她拍拍肚子，有些不满：
味道比上次淡了点。气氛有些凝固，幽冥岩凤趁机想溜，却被我娘一把揪住尾巴。别跑呀！我问你，魔主在哪儿？你不说。她一把掐住幽冥岩凤的脖子，左右摔打，每摔一次就问一句魔主在哪。几轮下来，擂台被她砸出个鸟形大坑，幽冥岩凤的羽毛满天飞，活像被褪毛了一样。说不说？说不说？最后她干脆骑在奄奄一息的魔禽身上，徒手拔毛。上次让你主子跑了，这次非得弄死他。掌门终于回过神，连忙劝阻：“这位道友且慢，此乃重要线索。”我娘这才停手，拎着光秃秃的幽冥岩凤站起来，一脸无辜：“啊，你们也要审？早说嘛！”说着，随手把幽冥岩凤丢给掌门。光秃秃的幽冥岩凤羞愤欲死，偏偏身上被我娘下了禁制。我躲在玄玉身后，脑子嗡嗡作响。我娘和魔主有仇，什么时候的事？那我要帮谁？他就是魔主。被忽视的班当指着玄玉，脸上浮现癫狂的笑容。魔主大人，您还要伪装到何时？全场色变，我娘随手一伸，将玄玉吸到眼前，仔细端详。你是魔主。玄玉面色惨白，却仍保持镇定。仙子明鉴，我只是……娘亲不要，师尊是好人。我急得冒出了龙尾巴，飞扑上去扒拉他的手腕。他被我这么一打岔，下意识低头嗅了嗅我身上的气息，突然表情一滞。咦，这味道有些熟悉。小东西，你娘是谁啊？怎么把你遗弃在这儿？其他人看到我身后的尾巴，都不可思议地眨眨眼。龙，这小娃娃是龙！青微长老惊呼，眼里闪过一丝眼馋和震惊，斑尽的狞笑僵在脸上。他万万没想到我娘会在这节骨眼上犯糊涂。娘亲，我就是你崽啊！啊，我什么时候有的崽？那他是谁？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点像谁来着？哦，青瑶帝君。他一拍脑袋，斑尽暗恨，突然甩出一柄漆黑骨伞，那伞迎风变大，化作囚笼，将玄玉笼罩其中。华丽反应很快，立刻祭出法器想要阻拦，却晚了一步。骨笼中，玄玉痛苦地蜷缩起来，脖颈处的魔纹如活物般蔓延，转眼覆盖了整个面部，周身缕缕黑气渗出，恭迎魔主归位。班将歇斯底里的大笑。华丽双手结印按在骨笼上，面色迅速变得惨白，可他不管不顾，甚至开始燃烧本命金丸。玄玉突然跪倒在地，双手抱头发出痛苦的嘶吼。他的面容一半是原本的清俊模样，另一半却浮现出布满魔纹，整张脸如同割裂开一样。华丽踉跄着爬起来，嘴角还挂着血丝。玄玉，坚持住，别让他占据主导。他转向周围惊呆的众人，不想死的就帮忙，若让魔主夺得这具身体，将是3界的灾难。几位长老面面相觑，仍在犹豫。我娘却已经撸起袖子，狠狠呸了一口。区区玩神也敢放肆？他一步踏前，掌心凝聚起金光，一掌击碎了骨笼。身后的斑状吐出一口血，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这是他的本命法器。心里当初龙族被我灭得七七八八，现在就剩你一条孤龙，真以为能奈何得了本座？魔主的声音从玄玉口中传出，带着丝狂妄。我娘浑身剧震，瞳孔骤缩。你说什么？魔主得意地欣赏着他的表情变化。怎么记忆还没恢复？需要我帮你回想吗？100多年前，你率龙族想灭我魔族，最后不是还是被我屠光了？我想起来了，我娘的声音低得可怕。是你杀了我的族人。魔主还在刺激他。你的夫君死前还求我放过你呢。他的龙珠味道真不错。闭嘴！这一声龙吟震得天地变色，我娘的身形急剧扩大，转眼化作一条100丈金龙。她的每一片龙鳞都燃烧着赤金火焰，眼里的怒火几乎要化为实质。我要你偿命！金龙张口喷出焚天烈焰，所经之处，空间都在扭曲。魔主说他吃了我爹爹的龙珠，一股说不出的愤怒让我的视野突然变成赤红色，身上精灵疯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更控制的完全龙化。喊我爹爹！我飞身冲过去，可在看到魔主的那张脸时，一下子想到了青曜帝君。不行，那也是我的父君。华丽见我愣在玄玉面前，不顾一切地抱住我，挡住了我娘的攻击，一口血吐在我背上。魔主不躲不闪，只是冷笑着看着我们。锦鲤啊锦鲤，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附身在这具身体里？1000年难遇的无垢道体，完美承载本座完神的容器。只要彻底吞噬他的完神，本座会比全盛时期更强大。华丽嘴角挂着血痕，眼中满是绝望。我变回人形，站在两人之间，身体止不住的发抖。一边是杀父仇人，一边是养育我的父君，抉择两难。
就在这时，异变突生，玄玉的右手突然剧烈颤抖起来，他五指猛地握住了插在地上的零件。魔主似乎没料到这具身体还能反抗，一时不察，竟让玄玉夺回了右臂控制权。在他的惊讶中，玄玉已经反手将长剑刺向自己心口，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瞪大眼睛看着鲜血蜿蜒而下，落在地上。杀了我！玄玉嘴角溢出血沫，快，趁现在！魔主怒吼：疯子，你竟敢！师尊，各位道友，动手！玄玉的右手死死按住剑柄，不让魔主拔出，眼神在催促。华里已经哭成了泪人，手里的剑却迟迟无法落下。我娘的金龙真身也僵在半空，龙颜在喉间翻滚又咽下。不要！我跌跌撞撞地扑上去。父君，不要死！这一声父君让他浑身一震，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柔笑意。点点乖。魔主突然阴森地笑起来。蠢货，你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你若死了，青曜帝君历劫失败，完神无法归位，到时候陪我魂飞魄散的也有你。这句话将我炸懵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的完神与本座早已纠缠不清，我死他死。可我不要父君死！我娘忽然冷笑一声，神情变得无比平静。你死就去死吧，没人会给你做陪葬。你处心积虑得到无垢之体，却不知道你沉睡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只有无垢道体才能暂时封印魔主，而只有龙族圣女的血脉才能彻底净化你。魔主终于露出恐惧的神色。圣女不可能，整个龙族除了你都被我杀了。我娘温柔地看向我。当初我夫君拼死护住我，不仅是因为我是他的妻，更因为我肚子里怀着龙族下一任圣女。幸好我将你交给了青曜帝君，不然就辜负了你爹爹牺牲自己救了我们了。点点怕疼吗？我摇摇头，虽然完全不明白要发生什么，但只要能救父君，我都乐意。我娘笑了，不愧是我女儿。她突然一掌拍在自己心口，取出一滴心头血，又从我眉心引出一缕金线。以无心头血为印，以无女龙魂为鞘。眼看她双手结印，嘴里呢喃出声：龙族禁术，尽时灭魂。不！魔主的尖叫刺破云霄，金光如潮水般淹没了玄玉的身体。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自己体内被抽离，疼得眼前发黑，却死死咬着牙不哭出声。恍惚中，玄玉的身体中黑气一丝丝被抽离净化，魔主的哀嚎越来越弱，而玄玉的气息也越来越微弱。禁术完成之际，魔主的惨叫声戛然而止。我娘踉跄着跪倒在地，无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雪白。娘！我感觉魂魄被撕裂又重组，连人形都维持不住了，虚弱的爬过去喊她。我娘听到呼唤，回过头，看到自己的白发，先是一愣，咦，怎么染发了？这发色还怪好看的。娘！我又往前蹭了蹭，她这才注意到地上还有条小龙，惊得往后一退。嚯，哪来的乞丐龙？去，我可不是你娘，莫挨我。我僵在原地，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我娘的傻病又发作了，而且似乎比之前更厉害。华离抱着昏迷的玄玉站起身，他环顾四周的宗门弟子，又看了看高台上神色复杂的掌门，突然笑了，那笑容有些释然。掌门师兄，华离自请离宗，从今往后不再是玉尘仙宗的华离长老。掌门急步上前，师妹，此事可从长计议。不必了。华离低头看了眼怀中气息微弱的玄玉，又看向变成小龙的我。这两个我带走。我问娘亲要不要跟我们走，她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咻的一下飞走了。糟了，和三郎的约会给忘了。我们在凡间生活了30载，凡人寿短，30年不过弹指一瞬，可对我们而言，这30年比任何时光都珍贵。华离寻了个小镇，开了家糕点铺，取名点蜜阁。玄玉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再也无法修炼了，甚至比普通凡人还要虚弱。两人成了亲，只是一直没有孩子。我私底下去找大夫打听过，大夫说玄玉身体太弱了，生不出孩子了。我有点惋惜，但转念一想，等回到天上，青曜帝君那么僵壮，应当是生得出孩子的，反正也不急这会儿。时光匆匆，玄玉走后，我和华离在坟前守了7日。第8日的时候，他也要离开了。我想跟着他，但他说：点点，去找玄玉吧。魔主说过他是下凡来历劫的，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了？如今想必他已经回到了天界。点点，你帮我带句话，就说等我努力修炼，我定会去天上娶她。若是敢对别的女仙动心，别怪为师我心狠手辣。华离比预计的时间还要早重返天界。我们在南天门偶遇时，他
她一身长裙，容颜更胜往昔，只是眉间多了道银色神纹。妙音姐姐，我惊喜地唤她：恭喜妙音丸君重返天界。守门天将恭敬道：原来这300年来，他不仅日夜修炼，更在凡间救死扶伤，累积的功德直接让他敬畏丸君。知道吗？原来我的劫是救世劫，而玄玉的是情劫。这事儿白羽仙君和我说了，青曜帝君啥都好，就是没有情丝，所以当初前前后后聚了那么多女仙。此番下凡历劫，正是重塑了情丝，而我娘原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吃喝玩乐，不知怎的听到了我的龙吟，硬是撕裂空间，到达了青曜帝君历劫的那个世界。说到底，还是因为我的出现，改变了青曜帝君的结局。青曜帝君回来后说什么了吗？妙音状似随意地问我。自从历劫归来，青曜帝君表面上一本正经地恢复了他高冷威严的形象，实则天天躲在寝殿里偷看陈元镜。夫君快成亲了，厅里都堆满3间偏殿了。他的脸色由红转白又转青。他和谁成亲？妙音咬牙切齿，我假装思考，好像是天帝说的没，夫君不好推脱。青曜帝君，妙音杀气磅礴，化作一道流光冲向33重天。我赶紧变回小龙形态追上去看热闹，这可比人间的画本子精彩多了。凌霄殿，天帝正和青曜帝君对弈，两位尊神一个执白子，一个执黑子，棋盘上风云变幻。妙音踹开殿门时，玉帝刚落下最后一子。陛下好奇异，哀耀帝君从容认输。天帝抚须微笑，这才看向门口杀气腾腾的妙音。哟，这不是妙音吗？来得正好，帝君向我求娶你，但朕想着你追了他几千年，要不也拖个几千年。妙音结结巴巴，你是来求娶我？天帝的随口一说，倒真真切切的让青曜帝君追在妙音身后跑了500年。这500年里，我四处去寻我娘，听闻太行山又出现了个衰蛋，我娘把彩蛋抢走了。这龙蛋出现的有些蹊跷，托药帝君连夜卜算，最后脸色古怪的告诉我，那颗蛋有可能是我的爹爹。当初龙魔大战时，他没死，分了一魄到了一颗死蛋里。龙族本就拽丁稀少，何况这蛋还有可能是我爹爹。为了不让这颗龙蛋被我娘糟蹋了，我不得不追在他屁股后面跑，直到垂药帝君成亲，我才抽空回去了趟。喜宴上正闹着，殿外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哟，这么热闹！我娘啃着蟠桃晃进来，看到满殿喜庆装饰，还一脸懵。谁要成亲？她看到戳药帝君身边打扮的红红火火的我时，眼睛一亮，从怀里掏出个黑色龙蛋。这龙崽崽生的有几分可爱，帝君换吗？